这是一个人神共存的世界。很久以前，天界的上神为了寻求刺激，封印了自己的力量，前往人间和人类一起生活。神明将与怪物作战的力量作为恩惠赐予人类，得到恩惠的人类就成为了神明的眷属。地下城里，白发的少年被一只巨大的怪物追得抱头鼠窜，眼看就要葬身牛口之时，金发战士每就废柴，两刀将怪物砍成两半，溅出的血把白毛整个人染成了红人。面对着美丽剑士的询问，少年的春天到来了。于是大街上的冒险者们就看到了一只大红人一脸笑容狂奔的奇景。白毛少年叫贝尔，虽然有一个让所有动物闻风丧胆的名字，但却只是一名闯地下城还不到半个月的1级小菜鸡。贝尔对救下他的女剑士艾斯一见钟情，缠着工会招待艾伊娜打听艾斯的消息。艾斯是洛基眷属下的5级冒险者，因为剑术出众，被神明赋予封号剑之公主。看着贝尔春心萌动的样子，艾伊娜给他泼了瓢冷水。且不说贝尔和艾斯之间的实力差距，两人分属不同的眷属阵营，想搞到一起都难。初恋的小火苗刚冒出来就被无情掐灭。贝尔无精打采的将今天赚取的魔晶兑换成钱。不过临走前，艾伊娜还是鼓励了一番贝尔，他如果变强的话，说不定艾斯就能看上他了。从凶恶的怪物手中保护女生，他的爷爷说过，邂逅就是要在地下城里寻找。贝尔回到了位于破败地下室的家，刚进门就被双马尾巨乳萝莉热情迎接。萝莉正是上神赫斯提亚，而贝尔是他唯一的眷属。就是这上神混得实在有点惨，还得亲自打工赚钱养家。隔壁野良神听到后点了个赞，因为自身弱小没名气，在人间还不能动用神力，赫斯提亚招不到其他眷属。但即便和贝尔蜗居在简陋的地下室打工，他也非常开心。贝尔的等级刻印在背上，每晚都会由赫斯提亚帮忙更新状态。对于贝尔喜欢上艾斯的事，赫斯提亚有一点吃味，更别提贝尔在见到艾斯之后，甚至觉醒了罕见技能一心憧憬。早熟与思慕之情同时维持效果，思慕之情越强，效果就越大。不过赫斯提亚并没有将这个技能告诉贝尔，因为一旦技能公开，他很有可能受到其他上神的争夺。第二天，贝尔一醒来就接受到了女神满满的福利，吓得他赶紧穿衣服出门去探险。走在路上，贝尔突然感觉到一股视线紧盯着自己，结果一回头差点撞上餐厅的女仆希尔。希尔将贝尔掉落的魔晶还给他，见他没有吃早饭，还将自己的便当送了出去。作为交换，他希望贝尔晚上能来这里吃饭。漂亮小姐姐的请求，贝尔自然是答应的。贝尔来到了地下城打怪升级，因为对艾斯的思慕之情触发特殊技能，贝尔的实力在1天之内突飞猛进，从小杂鱼变成了杂鱼，这让赫斯提亚醋的不行。晚上贝尔按照约定来到餐厅吃饭，被老板娘狠狠宰了一顿，还正巧遇上了洛基神和他的眷属们，于是命运使然，贝尔再次见到了梦中情人艾斯。贝尔当场呆愣在原地，觉得这一趟真值。结果还没开心多久，同属洛基眷族的狼人伯特就将当时被艾斯救下却吓破了胆落荒而逃的贝尔当作酒后笑话讲了出来，还肆意嘲笑对方是个弱鸡，根本不配站在艾斯身边。被贬低的一文不值的贝尔自尊心严重受挫，饭前的没付就夺门而逃。之后贝尔就像疯了一样，不断在地下城里打怪升级。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够强大，是没有资格去憧憬艾斯的。无论如何，他都想要变强，因为有了技能加持，贝尔的成长速度极为惊人。看到贝尔把自己搞得一身伤回来，赫斯提亚心疼不已，他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助贝尔变强，但是希望对方不要再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中了。随后赫斯提亚表示自己将要离开3天去办事儿，贝尔特地回到餐厅将饭钱付给老板娘，并诚恳地道了歉，也多亏了女仆希尔的劝说，老板娘才没有找他麻烦。冒险者这个职业最不需要的就是逞强耍帅，就算再凄惨，活下去的人才是赢家。被一番鼓励之后，贝尔再次踏上了打怪升级之路。众神的宴会上，美神弗利亚发现了躲起来偷吃的赫斯提亚，他对赫斯提亚唯一的眷属非常感兴趣。赫斯提亚和洛基不对付，两人只要一见面就会因为欧牌大小的问题打架，虽然往往都是赫斯提亚惨败，但是搓衣板洛基也通常会大受打击。不过赫斯提亚参加宴会的目的不是洛基，而是锻造之神赫菲斯托斯。在赫斯提亚没有找到眷属之前，他没少在赫菲斯托斯那儿蹭吃蹭喝，两人也算是一对损友。赫斯提亚对着赫菲斯托斯就是一个土下座，希望对方能帮自己唯一的眷属贝尔打造武器。没办法，他们实在是太穷了。贝尔见到地下城那些装备精良的冒险者总是很羡慕，但橱窗里价格昂贵的武器却是一把都买不起。知道赫斯提亚什么德行的赫菲托斯当然拒绝，这就跟一个老是跟你借钱吃你东西还1分没还过的人突然说求你了借我100万吧，这搁谁都不答应啊。但是赫斯提亚这次的态度实在太坚决，为了让贝尔拥有一把强大的武器，赫斯提亚在赫菲斯托斯面前跪了整整3天。贝尔想要走上更高更险峻的道路，道阻且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贝尔求得一把能够披荆斩棘的武器。最后赫菲斯托斯还是被感动了，他答应亲手制作贝尔的武器，当然不是免费的，锻造武器的钱赫斯提亚不管多久都得还清。路过餐厅的时候，贝尔被猫娘拜托将钱包转交给参加怪物季却忘带钱包的希尔。所谓怪物祭典指的是嘎尼萨
眷族主办的1年1度大型祭典，他们会在斗技场表演驯服怪兽。正好赫菲斯托斯的武器也打造完毕了，赫斯提亚背着刀在祭典上找到了贝尔，拉着他约起了会。然而就在两人甜蜜之际，弗利亚却偷偷潜入了竞技场，放倒守卫，放出了场内的所有怪兽。一只巨大的白猿怪物冲出斗技场，直奔赫斯提亚而去。贝尔赶紧拽着赫斯提亚逃跑，白猿在身后紧追不舍，两人慌不择路跑进戴塔卢斯街，白猿从天而降，砸在街面上，贝尔被轰飞出去。眼看着可怕的怪物一步步靠近赫斯提亚，贝尔害怕的浑身颤抖，但他还是抄起刀刃冲上前。然而贝尔人菜刀也菜，菜刀光荣阵亡，还没路边街灯给白猿的杀伤力大。贝尔趁机拽起比他还菜的赫斯提亚继续跑，凭借他的力量是绝对保护不了赫斯提亚的。于是他反手将赫斯提亚锁在大门外，决定莽上去拖延时间。他已经不想再失去家人了。爷爷在因为野兽袭击去世后，孤身一人的他决定成为冒险者，但是由于实力弱小，没有一个上神眷属愿意收留他。而正当他绝望之时，赫斯提亚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在贝尔心中，赫斯提亚不仅是他的神明，还是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的家人。看着贝尔义无反顾地冲向白猿，赫斯提亚只能徒劳着拍着大门。竞技场逃走的怪物共有9只，上神嘎尼萨立刻让眷属寻求其他神族的帮助，凭借他们的力量很难保证在场群众的安全。倒霉孩子贝尔这边靠着灵活的机动躲避着白猿的攻击，然而被逼得抱头鼠窜的他根本不是白猿的对手，2下就被掀翻在地。这次可没有艾斯来救他了，白猿张开血盆大口。然而就在此时，原本逃走的赫斯提亚居然又跑了回来。白猿见状立刻调转矛头冲向赫斯提亚，贝尔只好带着人继续跑。两人躲到高墙后暂时躲避白猿的追捕。赫斯提亚回来当然不是来送的，而是他总算想起了自己背着刀，他得在这里更新贝尔的状态，让他拿着刀打败白猿。见赫斯提亚如此坚定，贝尔也不再迷茫。与此同时，白猿也找到了两人藏身之处。在赫斯提亚的一通必胜 buff 加持下，贝尔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带着刀冲了出去。锋利的刀刃一下就砍断了白猿的锁链，这刀是一把活物，刻上赫斯提亚的神圣文字后，他会和主人一起成长。也就是说，贝尔越强，这把刀就越强。赫斯提亚高喊着让贝尔相信他，相信这把刀，并且相信自己，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为了保护赫斯提亚，贝尔的内心逐渐坚定，他凭借灵活的机动和白猿缠斗着，瞄准时机俯冲而下，一刀正中白猿胸口。白猿化成灰消散了，只留下一块插着刀的巨大魔晶。贝尔做到了，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干掉了可怕的怪物。赫斯提亚兴奋地扑向贝尔，围观的吃瓜群众也都出来为他们鼓掌欢呼。而好巧不巧，这一幕正好被干翻了其他逃走怪兽赶来支援的艾斯撞了个正着。艾斯转身离开，赫斯提亚也耗尽了力气晕了过去。目睹一切的罪魁祸首弗利亚功成身退，餐厅的老板娘收留了2个小可怜，让赫斯提亚在楼上休息。艾尔在得知贝尔是给自己送钱包而卷入祸乱中后非常愧疚，但是贝尔英勇战斗的英姿也撩得他心动不已。赫斯提亚醒来之后，贝尔赶紧围上去嘘寒问暖，顺便问了那把刀的来历。一见刀鞘上刻着赫菲斯托斯，贝尔吓懵了。赫菲斯托斯家的武器贵得离谱，赫斯提亚这是把自己卖了吗？赫斯提亚正是知道贝尔总是把脸贴在赫菲武器店的橱窗玻璃上，才会厚着脸皮去求了这把刀。他讨厌一味的被供养帮助，却什么都帮不上，所以在贝尔因为艾斯变强的时候很焦躁。他比任何人都想要成为贝尔的力量，因为他是他的神。贝尔感动的泪流满面，扑上去抱住了赫斯提亚。小菜鸡贝尔的冒险这才刚刚开始。